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2月18日啊。咁啊，台灣咧呢幾日咧有啲人咧好擔心喎，好擔心嘅原因係咩呢？因為美俄咧就可以排除咗烏克蘭，然後咧美俄就談判商討咧呢個烏克蘭嘅前途。咁啊，而美國就提出咧，已經俾人佔領嘅土地咧係收唔回噶啦，你不如咧就放棄啦。咁但係咧未來咧我就保護你唔再俾人侵略。咁啊，我就派軍可以係美軍咧就駐軍去烏克蘭。如果美軍駐軍烏克蘭咧，下一次俾人侵略嘅機會當然係低啦。但係呢個唔係冇代價噶嘛，個代價咧就要求烏克蘭咧拎出50%嘅稀土俾美國。咁美國咧就有經濟上嘅得益，而佢又駐軍，咁啊烏克蘭咧避免下一次被侵略。但係已經失去咗個領土咧，就將會咧永久喪失噶啦。咁啊，即係呢個要求澤連斯基咧行呢個汪精衛路線。咁啊，台灣咧有啲人因此而擔心起嚟。如果美俄係可以用經濟或者領土嘅利益去決定烏克蘭嘅前途，將來台灣一樣可以咧透過咧中美嘅談判而決定嘅。係咪價錢賣得好，或者咧只要將台灣嗰啲台積電啊、嗰啲晶片啊去搬去美國，台灣係咪隨時可被放棄呢？咁所以咧，執政民進黨咧佢哋又傳出用100億美元啦加大個保護費去購買美國嘅軍備。咁啊，國民黨梗係攻擊噶啦！我成日去到台灣咧，有啲國民黨嗰啲人咧，或者係啲的士司機或者導遊成日同我講嘅，佢話：美國係呃錢呃咗台灣錢好多年噶啦，成日買埋啲假軍備，即係所謂過時嘅軍備，買翻嚟根本抵抗唔到解放軍噶嘛。解放軍如果要攻台咧，即係用已有嘅軍備係冇辦法抵抗噶嘛。咁所以咧，佢基本上係即係要台灣做水魚嘅啫。咁我就同佢哋解釋啦，呢一個咧係一種藕斷絲連嚟嘅，就好似咧男女朋友分咗手之後咧，應承咗個女朋友咧，即係個前女友啊，我以後每一年嘅情人節同生日都會照送花俾你。即係呢一種係一種咧，叫掟煲唔掟蓋嗰種模式，其實表示咧係主權嚟嘅，就等於啲狗啊、啲獅子啊、老虎啊、狼啊撒篤尿喺度咁解。就因為當年1979年嘅時候，中美就建交，台灣就被斷交。咁被斷交咧，美國就諗咗一個方法出嚟，喺國會咧出咗一個叫台灣關係法。台灣關係法咧，佢講到明咧係要對台灣咧進行一啲嘅軍事上嘅支援嘅，就包括賣軍備。咁其實咧賣軍備咧係一種形式嚟嘅啫。咁啊，美國當然透過賣軍備係賺錢啦，但係實際上賣軍備就係宣洩緊一種咧歷史嘅承諾俾中國聽、大陸聽，就係話哇，我仲係履行緊呢個台灣關係法㗎。咁所以台灣關係法講到明咧，如果一旦咧台灣被侵略，或者咧被經濟封鎖、被軍事封鎖，喂，美國係有責任咧係保衛台灣嘅喎。呢個台灣關係法嚟嘅喎。咁所以透過賣軍備呢一種所謂藕斷絲連，其實就係要落實台灣關係法嘅一個威權、一個威嚴、一個尊嚴喺裏面。咁但係台灣國民黨嗰啲支持者，佢哋唔理解呢樣嘢，就覺得美國呃錢。我就同佢講啦，如果冇美國嘅支援，當年咧呢個冇美國嘅呢個中美防衛條約，台灣一早被收復咗啦。好似鄭成功個孫咁樣，係咪啊？一早被收復咗啦，咁成為咗中國不可分割嗰部分。佢話咁冇問題啊，而家中國發展幾好啊，係而家中國發展經濟係唔錯，沿海地區。咁但係咧，如果你就唔係有咁嘅美國保護，你就要經歷大躍進嘅咯，你要經歷文革嘅咯，你要經歷8964，你經歷好多波折喎。而家好係因為90年代以後尤其是加入 WTO 之後，2000年代後，中國經濟先開始即係扶搖直上啫。咁但係如果你喺50年代被統一嘅話，你就要經歷即係中國人嘅苦難嘅咯。咁但係佢哋唔會理解呢樣嘢。咁我今日咧就要講下咧最新嘅新聞，就係特朗普政府而家嘅國務卿係被制裁嘅盧比奧啊嘛。咁咧佢就咧刪除咗咧呢個嘅反對台獨嘅字眼。咁喂，美國國務院刪除反對台獨嘅字眼，咁呢個梗係刺激中共，刺激得好犀利啦！被視為係直接嘅挑釁。點解呢？因為咧我查閱咗呢個歷史檔案文件咧，我就發現咧原來咧3個聯合公報公開地講咧就並冇講到台獨呢個問題嘅。我之前已經解釋過好多次啦，從來只係講要一個中國嘅原則，係並冇呢樣嘢，只有一個中國嘅政策。呢度中國有人講咧，台灣係中國嘅部分咧，佢只係咁講。咁但係咧，我查閱咗一個歷史檔案呢個係2001年咧一個文章呢個歷史檔案咧就係透過解密檔案，關於尼克遜政府嘅一啲嘅資料文件，就發覺咧雖然喺公開嘅時期係冇提過呢個 One China Policy，
咁但係咧，原來尼克遜咧係私底下咧應承個周恩來啊，呢個就唔係 back and white 嘅，就冇呢個嘅文件支持，佢係應承個周恩來喺1971年嘅時候咧就派咗基辛格去中國，就應承個周恩來係唔會支持台獨嚇。咁但係當然啦，呢個係71年，仲未係即係中美建交，係71年尼克遜政府派咗基辛格嚟講話唔會支持台灣獨立啊。呢樣嘢咧就係喺一個歷史文件裏邊咧，檔案文件裏邊揾到嘅，咁所以咧可以追溯翻咧，美國政府唔支持台獨就係由1971年開始。咁但係1971年以前，美國政府有冇支持台獨咧？呢個問題咧就要一個用歷史學嘅方法解決啦。因為咧你要明白喎，翻去歷史嘅場面，1949年，蔣介石咧就帶住國民政府，就係所謂嘅播遷台灣，或者叫流亡台灣，或者叫做退守台灣啦，點都好啦。咁啊當時咧，美國咧就準備放棄台灣嘅，但係喺呢個50年代初咧就遇咗呢個朝鮮戰爭，因為蘇聯啊故意缺席聯合國嘅呢個理事會，咁啊所以冇運用到蘇聯嘅一票否決權，聯合國通過咗咧要派兵援助韓國去擊退咧呢個入侵300線嘅朝鮮軍隊嚇，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美國咧因為朝鮮戰爭啊同呢個嘅人民志願軍同埋朝鮮軍隊係陷入泥沼一段時間嘛，所以美國突然間轉咗個諗法，由放棄台灣變成咗咧要保衛台灣，所以就好快簽訂咗中美防衛條約啊。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咧，50年代咧，美國係唔會支持台獨嘅。點解啊？因為喺1971年以前，台灣咧就完完全全係呢個嘅常任理事國嚟嘅。台灣政府即係中華民國政府係聯合國裏面唯一合法代表中國嘅政府。而同時間咧，喺1971年以前咧，中華民國政府亦都係咧所謂嘅咩五強之一嚟嘅嚇。咁呢個五強世界五強之一咧，佢係代表整個中國嘅人民喎，所以當然就唔會有呢個嘅台獨啦。因為如果台獨就唔能夠以中國嘅身份喺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啦嘛，所以1971年以前咧，美國係唔會支持台獨。而家蔣介石亦都係反台獨噶嘛嚇，跟住彭明敏啊嗰啲人咧，即係喺台灣裏邊咧提出呢個台獨嘅思想，或者有啲咧唔係台獨思想，係本土嘅思想、民主嘅思想，喂嗰啲雷震啦嚇都會俾人拉嘅喎，阿施明德啊嗰啲俾人判死刑嘅喎，咁所以咧蔣介石係反台獨嘅，而呢個美國咧當然係唔會支持台獨啦，支持台獨係邊個咧？係得中共。喺呢個1940年代支持台獨，因為咧中共嘅思維就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我嘅朋友，所以咧40年代228事件嘅時期就係反蔣介石，台灣一啲嘅所謂嘅本土人士就反蔣介石，而反蔣介石咧，共產黨梗係覺得支持啦，咁啊支持台灣獨立咯。到蔣介石咧去咗台灣嘅時候咧，佢就反對台獨啦，因為咧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啊嘛。喺嗰個時候咧，佢就蔣介石如果一旦以台獨之父，咁啊變成咗分裂國家咯，咁所以毛澤東又唔會同意嘅，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呢個就係台獨嘅前世今生嘅第一步。好啦，前世今生嘅第二步咧，美國政府啊，關於呢個台獨嘅立場咧，佢頭先講啦，喺70年代以前佢就係反對嘅，因為利益上台獨係違反呢個嘅美國最大嘅利益，就係讓中華民國佔有聯合國嘅席位。但係71年之後咧，中華民國就被剔除咗呢個嘅聯合國嘅成員咯，已經再唔係常任理事國噶咯。咁但係美國亦都唔會喺嗰個時候咧係支持台獨嘅，因為咧佢要拉攏呢個中共，同中共啊建立呢個嘅關係去對抗蘇聯啊嘛。因為越戰美國大敗，所以咧佢更加希望咧穩住中共對抗蘇聯同埋越共。咁所以呢個就係70年代尼克遜時期啦，美國最大嘅利益。咁所以私底下喺71年派基辛格文件上咧，我哋睇到啦，佢係反對台獨，同呢個周恩來咧秘密進行咗一個承諾，係反對台獨。咁但係對外嘅3個聯合公報咧就冇喎，只係用咗之前我講嘅 recognize 都冇用，係用咗呢個嘅 acknowledge 去 acknowledge 兩岸係同屬一個中國咁呢個叫做陷入咗第二個階段，叫戰略模糊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就明確反對嘅，就係呢個50年代去到71年。第二個咧就叫戰略模糊，就係私底下咧同周恩來講我去反對，但係表面上咧佢就話我尊重你哋自己嘅選擇，唔關我哋事呢個咧就係
美國啊對台灣立場嘅第二個階段咯，就係戰略模糊時期啦。而呢個戰略模糊時期咧，隨住呢個嘅中美建交同北京建交啦，咁咧佢繼續要維持呢個嘅戰略模糊啊，就係同台灣簽訂咗呢個嘅公開咗台灣關係法喺美國國會裏邊通過，喺同一日通過嘅。咁啊結果咧就係當時好快上台嘅列根政府有6個保證。第一，承諾美國係唔會承認中國對台嘅主權嘅，呢個第一個保證啦。第二咧就係同台灣承諾唔施壓台灣同北京嘅談判。第三就係冇設定軍售終止嘅日期，任何情況底下咧都繼續軍售嘅。咁所以咧呢個嘅所謂嘅6項保證咧，裏邊嘅其中3項咧就一直延續至今啊。呢個好重要啦，尤其是咧係繼續軍售，因為繼續軍售就表示咗繼續咧係捍衛台灣關係法。咁所以列根政府咧就係打咗2手牌，一邊咧就同北京咧係建立經濟上嘅關係，另外一方面咧就同台灣講，我哋會保證咧唔會承認到中國對你嘅主權啊，唔會施壓逼你哋談判嘅，唔會好似今日特朗普咁咧要求烏克蘭同埋俄羅斯談判要求咧烏克蘭去承認嘅。列根咧就有呢個嘅歷史承諾喺裏邊嘅。咁但係當時咧北京佢係因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啊嘛，佢主力係要發展經濟啊嘛，對台灣問題對美國嘅問題佢就係叫做戒急用忍，要讓步。咁所以咧一直咧就對呢個嘅列根政府咧冇強硬嘅回應以經濟發展掛帥。咁去到90年代嘅時期咧呢個嘅克林頓政府咧就諗咗一個更進取嘅方法，因為當時咧95年李登輝咧就係即係提出咗兩國論啊嘛。結果咧台海就似乎咧戰爭一觸即發。克林頓咧經歷咗咁長嘅時間，中國咧係獲得美國咁巨大嘅投資，佢就唔想因為台灣嘅問題導致到呢個嘅美國嘅經濟利益受損啊，所以佢提出咗3不政策呢個第一，唔支持台灣獨立；第二，唔支持一中一台或者2個中國；第三就唔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所以咧呢個嘅台灣嘅人咧入去美國聯合國嘅大樓咧係被禁止喎，因為你個護照不被承認啊嘛。雖然攞住中華民國嘅護照可以免簽證去全世界好多個國家，包括美國咁但係咧就唔能夠進入到去呢啲國際組織 WTO WHO 咁就係克林頓嘅時期咧，就係呢個3不政策就係穩住咗美國在華嘅投資利益就係要求咧佢唔支持呢個李登輝，後來更加唔支持陳水扁啦咁所以小布殊咧嘅時候咧亦都係繼續維持咗呢個嘅對台嘅立場。咁尤其是陳水扁咧推動呢個嘅台灣獨立公投嘅時期喬治布殊小布殊亦都咧強力反對嘅，其實係間接警告咗台灣咧唔好走向咗呢個法理獨立嘅，就係因為大量嘅美資喺中國已經賺咗好多錢啊嘛，唔能夠因為台灣問題影響噶嘛。咁所以咧呢件事咧一直維持到去呢個奧巴馬政府，維持到去上一屆特朗普政府繼續維持對台灣嘅所謂戰略模糊關係，直至到去拜登時期咧，拜登咧就係破天荒啦唔知拜登到底係腦退化定係咩原因拜登政府係唯一一次喺呢個嘅中美建交之後咧，強力表示到呢個喺2021年至23年好多次表示到，如果台灣遭受到大陸武力嘅攻擊，美國咧係會給予咧防衛嘅咁呢個咧台灣關係法咧佢寫得好模糊。台灣關係法寫到咧，如果大陸咧係攻擊台灣或者係軍事封鎖呢個就係咧美國要給予援助。咁呢個援助到底咩程度援助，係繼續賣軍備俾佢咧，還是係軍事介入咧，就冇寫。呢個就叫做戰略模糊啊嘛。但係去到呢個嘅拜登時期就公開講咗呢個嘅會有呢個嘅協助防衛就係軍事上嘅協助防衛噶咯，理論上係因為如果你受到攻擊，你再賣武器已經係鞭長莫及啦，咁你梗係要軍事上嘅防衛噶嘛咁所以呢個唔知係拜登政府係腦退化，還是係即係政策嘅轉變白宮梗係唔承認自己嘅政策轉變啊嘛。去到今天特朗普咧喺上台前就話台灣要俾保護費，
結果而家台灣咧真係話即係要攞到100億美元嚟購買軍備啦，咁呢個變相係一個保護費啦。但係咧特朗普亦都希望咧台積電啊或者係其他晶片啊啲重要嘅領域咧就要搬去美國本土喎。如果一旦掏空咗台灣一啲最重要嘅戰略價值，咁台灣被放棄嘅機會率係咪增加呢？咁所以今次咧呢個嘅國務卿或者係國務院咧刪除咗對呢個嘅台灣不支持台獨呢一個 statement 呢個句子，其實就會挑起咗中國大陸最敏感嘅神經，而令到台海局勢可能因此升溫。對台局勢升溫嗰個好處係咩呢？就會令到台灣增加美國嘅依賴，增加對美嘅軍備，或者喺關稅嘅談判上面呢會有更多嘅讓步，讓呢個美國嘅更多嘅農產品鋼鐵，即係以低關稅或者零關稅嘅方法咧進入台灣，呢個係典型特朗普咧嘅談判手段啊嘛。特朗普談判手段咧，嗰套電影《飛黃騰達》有一個總結嘅，咁呢個總結未必係完全反映特朗普嘅，但係似乎都幾貼切。第一就係主動發起攻擊，第二咧就係不擇手段，第三咧就係背信棄義啊嘛。特朗普發達嘅3招啊嘛，咁所以咧對台灣又係可以咁樣嘅情況，所以令到台灣島內咧即係擔憂嘅聲音咧就絡繹不絕，包括呢個藍營綠營咧都要對特朗普咧表示到不信任，就係咁解啦。咁如果因為咁嘅原因咧而令到台灣嘅大選咧下次咧中期大選即係會有受到影響啦，呢個都係可以預料之外內。咁anyway 咧今日呢個歷史總結咧就講到呢度啦。順便補充一點咧，就係我舊年咧帶啲網友去睇台灣嘅歷史博物館即係大家有啲人唔知喎，台灣歷史上咧有一個咧叫做台灣民主國嘅喎，呢個台灣民主國咧就係晚清時期咧就係因為呢個嘅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丟失咗台灣，咁但係當時有啲親清朝嘅一啲嘅人咧就係組織咗一個軍隊，建立咗一個5個月嘅政權，就叫台灣民主國，係亞洲第一個咧以民主為名嘅一個國家嚟嘅。咁當然啦，事實上咧佢就唔係台獨，事實上咧佢係一個清朝嘅一個衛星軍隊、衛星嘅一個政權嚟嘅實際上係即係呢個忠於清嘅但係咧就開咗另外一個叫台灣民主國，就係因為避免尷尬，避免咧呢個清朝咧係對呢個馬關條約背信棄義嘅一種表態嚟嘅。咁呢個都係有趣。佢嘅旗咧就係黃虎旗啊嘛，黃色嘅老虎旗呢個老虎同獅子呢個對抗，咁所以呢個有一個有趣嘅歷史知識。今日就從歷史嘅觀點去解釋美國對台立場嘅轉變其實就係由70年代以前係堅定反對台獨，70年代以後就叫戰略模糊。咁去到拜登嘅時期咧，就係咧捍衛台灣。到今天咧，特朗普咧刪除咗不支持台獨呢個句子咧，就要走入去刺激咗兩岸嘅關係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台灣人民啦，即係應該要擔憂嘅地方嚟。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收費平台 Patreon 有我今日講嘢嘅文字版，或者咧係有獨家嘅課堂內容嘅VIP 會員咧，15蚊美元一個月可以無限重溫，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知識有價，拜拜。